喽，我是学 YouTuber 鲁鲁喽。这次要为各位带来的是最近新出的物理核弹优拉，这名伤害倍率可以轻松突破4位数以上的新角色。虽然在目前的网络上已经有许多可以轻易打出几百万伤害的影片了，但其实优拉整体的技能组与伤害倍率的叠加上算是有些复杂，就像他傲娇的冰山美人个性一样，初看真的是很摸不透。因此洛洛也花了比较多时间研究和找出适合的队员搭配，希望提供给想要攻略和融化优拉冰山的肉肉们一些比较实际的方向。如果你也还在犹豫是否要抽优拉，也可以参考接下来洛洛实测后整理的相关命座建议与角色分析、武器、圣遗物、队员搭配与大家都很疑惑的输出手法。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洛的频道的话，这个仇洛洛就得记下咯。已经订阅的洛洛势必更要好好找个机会复仇咯。优拉是5星冰属大剑角色，定位是战场物理主 C， 也是当前版本误伤角色的 T0 等级。突破后提升的是暴击伤害，90等突破满之后可以提升到 88.4% 的暴击伤害。以冰系角色来说，是个非常优质的提升属性。自干羽推出之后的核弹时代之外，往后又将开创一个新的物理核爆潮流了。同时大剑挥舞的动作十分的优雅美丽，像是在跳天鹅舞一般的芭蕾舞一样，也不愧对她身为旧贵族的身份。与其说是拿大剑的大姐姐，这个优雅的输出方式，倒不如说是像单手剑剑士。看似不含暴力挥舞的动作之下，却带有强力且扎实的打击感，看着也是赏心悦目，都要恋爱了。优拉主要的输出方式是透过普攻平 A， 加上开大招后的叠加层数来做爆发输出，而平 A 和大招都是物理伤害白字，一技能才带有冰属性伤害，挥舞在水面上会结冰，但终究不影响踏冰渡海真君凯雅的地位。在强度上，优拉零命就有不俗的输出，满命与零命的提升更是有2倍以上的伤害差距，因此课长想要追求极限伤害的话，也是很值得将优拉抽满命。同时这次有推出新的武器池，内有优拉专属武器松濑响起之时，但其实武器上也有很多可以替代且适合优拉的，因此并没有特别需要绑定本次的新武器。如果担心荷包不够深的话，也可以专注抽满角色就好。普攻是优拉的主要输出方式，是除了北斗以外有5段攻击的挥击，普攻大约占总伤害输出的35到40%，因此是建议优先要点满的天赋。一技能比较偏向 buff 效果的天赋，机制也稍微比较复杂一些，一开始可能会需要摸索一下，主要是点按会有冰元素伤害的挥砍，命中敌人时将会累积冷酷之心的效果，退场后不会立即消失。冷酷之心可以提升优拉的抗打断能力和防御力，有效让优拉在进行连续挥砍时不容易被打断，而冷酷之心最多可以叠加2层，层数高的话也可以提升长按1的效果，冷却时间4秒。长按1时将会消耗当前累积的冷酷之心层数，并对敌人形成冰元素伤害的挥砍。同时在消耗冷酷之心效果的情况下，若命中敌人将可以降低敌人的物理抗性和冰元素抗性。每一层冷酷之心也会在消耗后形成一把冰窝之剑，对敌人造成冰元素范围伤害。以点按1的冷却时间4秒来说，平 A 一套5下刚好前面点按1的冷却时间就结束，再接长按1可以取消最后一下平 A 的后摇。再来若是2层冷酷之心的话，在这边就等于长按1次1后，除了长按1的挥砍外，冷酷之心的2把剑也会再攻击共2次，要记好咯。一技能主要的重点就是透过短1来强化长按1那一下的效果，同时也偏向辅助技能，因此在升级顺序上可以最后点满。再来也要教一下肉肉们如何判断目前的冷酷之心层数，一个可以从优拉头上的图案来判别，当出现一把剑时代表1层，出现交叉的2把剑时为2层，图案只会出现一下，在大混战的时候可能会看不太清楚。另外可以从优拉背后的披风来判断，1层冷酷之心的披风会变白但有点透明，而2层的冷酷之心披风会比1层的更白，接近全白。Q 技能就是能够创造当前全角色中最高的白字物理爆发伤害，也占优拉总体伤害输出中的40到45%，但由于充能能量较高，需要80点，冷却时间需要20秒，也是优拉最显著的缺点。而 Q 技能在整体的输出循环次数中占比较少，因此可以是普攻后第2点满的天赋技能。Q 技能的最大特色是发动后会有一把会在7秒内逐渐形成的光降之剑，
光剑在场的时间可以为优拉提升抗打断能力，在这7秒内最多可以透过平 A、元素战技、元素爆发对敌人形成伤害时为光剑叠加能量层数，中间叠加的间隔时间为 0.1秒，最高可以叠到30层。当时间结束或是优拉切角退场时，光剑会按照当前所叠加的最高层数再降下爆发，形成巨大的物理伤害。以天赋等级8来说，每层能量将乘以 128.2 的伤害倍率，同时本身基础伤害倍率就已经有 393%， 用目前玩家之间非满命的优拉所测试的最大叠加层数平均在14到15层之间，以14层的伤害就是14乘以 128.2% 加 393% 等于 2187.8% 的伤害倍率，非常可怕。若是满命之后更可以提升到快1倍的增幅，以3命的优拉来说，最高的总伤害倍率可以来到3178%左右，而满命可以开大后直接增加5层光剑能量，因此伤害会更加炸裂。这边也说明一下如何判断光剑当前叠加的层数。当 Q 开下去后，优拉的背后会开始有一把大剑在逐渐形成，当越接近完整的大剑时，就是越接近满级的30层，需要自己目测把大剑切割成30等份，当有一半的大剑代表将近15层这样。最后总结在天赋技能升级顺序，优先平 A， 其次 Q， 最后是一技能。当长按一次性消耗2层的冷酷之心效果时，将会创造一把立即爆发的残缺光降之剑，伤害量为 Q 技能基础伤害的 50%， 是一个提升伤害的被动天赋，同时也会增加长按1之后打出的好几个伤害数字。因此原本冷酷之心的2把剑，再加上被动天赋的残缺光降之剑，总共会打出3把剑的伤害。当释放 Q 大招后，会立即重置一技能的冷却，同时增加1层冷酷之心的效果。透过这个天赋，就可以很快速的接长按1、Q、1这样的连招，并直接叠满2层冷酷之心。里面的优拉就有非常可观的伤害。以缺乏主 C 的新手来说，拥有优拉在对敌输出上可以有不错的体验。然而，里面的优拉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大招充能时间较长，很容易队伍中3名角色大招都充满之后，优拉大招却没满的情况。其次就是一技能长按时冷却时间需要10秒，也比较久一点。因此，若想要顺畅的游玩优拉，建议可以在网上提升命座。命制作1的优拉将会在消耗冷酷之心后直接获得30%的物伤加成，30%的幅度很多，因此是个 CP 值很不错的命座，可以强化优拉在物理伤害上的输出。命制作2算是优拉的关键命座，甚至可能比满命还要重要，能够大幅降低长按1技能的冷却时间，等于从10秒减少到4秒。解锁命座2之后，就可以自由选择看想要按长1还是短按1。要注意的是，短按1还是必要的，因为想要打出更高的物伤加成的话，还是需要透过短按1的冷酷之心叠加2层之后再触发被动天赋1的效果。命制作3提升 Q 大招的天赋等级上限，想要再追求大招的极限数字，这也是一个能够考虑提升的命座。命制作4是 Q 大招在攻击生命值低于50%的敌人时造成的伤害额外增加25%，类似于斩杀效果，比较适用于血厚的敌人。但其实游戏中很多小怪可能撑不到50%就直接死热，因此可以当成是直冲满命后另外解锁的效果。命制作5提升1技能的天赋等级，也是可以当做是满命后解锁的效果。命制作6就是让优拉成为物伤白字最强女王的命座，等于极大幅提高大招的伤害倍率，形成最可怕的物理核爆伤害。开 Q 后直接叠加5层能量，同时所有的输出方式在叠加层数时都还有50%的几率再额外买1送1多叠1层，等于一套输出循环打到光剑秒数快结束前25层以上都是非常容易达到的事情。总结优拉的命座抽取建议：0命给刚入坑没有主 C 的新手，而1命为输出优化的命座，2命为最推荐的关键命座，3命提升核心天赋 Q 技能也是不错的提升，6命是优拉本命的课长必抽的命座，5星的大剑武器基本上都蛮适合优拉的。虽然有专武松赖响起之时，但其实使用狼的末路效果也不会弱到哪里去。松赖响起之时的优势在于被动可以提升攻击和攻速，狼末则是本身基础攻击就比松赖高，但是被动触发比较不一定，因此2把在零经验的效果上都算是优拉的首选。松赖比起狼末更稳定，高经验所带来的攻速加成也能够帮助优拉大招叠加更多的层数。其次可以选择的是天空之傲，因为优拉的充能是个问题，因此搭配副词条提升充能的天空之傲也不错。被动也是额外会做出增伤的天空之刃，但换个思路想，只要能一套带走敌人的话，也就不存在充能的问题。若是要拿蜈蚣大剑，则务必搭配护盾角色，因此可以按照个人需求选择大剑来搭配。4星大剑可以选择的也很多，首选副词条增加爆伤的黑岩斩刀，被动效果与优拉也比较契合。若是队伍中有钟离和一些礼乐角色的话，副
不辞条增加攻击，被动增加攻击和爆率的千元大技也是可以考虑使用的。其次像是视作骨华或雪藏的星银也可以使用。平时都很万用的吃骨剑，虽然在增加暴击率的部分适合优拉，但是被动效果受到伤害后会降低 buff 层数，因此并不适合。饰物的部分首选苍白之火4件套，虽然需要叠加效果的暖机，但苍白4件套的效果大致上等同于苍白2件套加角斗士2件套加燃血2件套的效果，因此会是最契合优拉的毕业饰物。其次可以选择苍白2件套加燃血2件套，总共直接提升 50% 物理伤害也很不错。再来可以选择的是苍白2件套加角斗士2件套，与燃血2件套的搭配组合比起来也不会差太多。主词条的部分选择暴击或爆伤头、攻击杀、误伤飞；副词条选择双爆、攻击力趴数、元素充能效率的为主。由于优拉蛮需要充能的，因此如果不小心歪到很多充能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哦。误伤为主的优拉可以配对的思路最简单的方向就是超导降敌人物理抗性，因此搭配雷系角色是一个方向。其次可以思考的方向则是透过提升充能，降低敌人物理抗性，尽可能增加输出伤害的队员搭配。最后就是看是否要凑双兵共鸣来触发暴击率15%的加成buff。首先说雷系角色可以搭配的一共有菲希尔、北斗、柯勤。满命菲希尔的奥兹机关枪可以加速优拉的能量回复，同时也可以搭配千岩4件套来提升增伤辅助效果。但奥兹的缺点在于攻速较快，若是队伍中有搭配迪奥娜等凑双兵的话，会不是那么好触发双兵共鸣的效果。而北斗可以提供护盾和挂雷，缺点是和优拉一样很缺大招充能。若是打算凑魔王武装的菲希尔加北斗的话，需要适度实测一下队伍整体的大招充能速度够不够，是否会出现除了优拉和北斗以外的角色大招都好了还要等的情形。再来是关于克勤，多多实测后是觉得我们的阿勤似乎在雷系提供超导上比起菲希尔更加适配优拉。首先是阿勤的大招充能回复很快，比起奥兹的单体攻击，阿勤大招可以同时替多名敌人进行上雷，而一技能也属于范围雷伤攻击。不同于奥兹的单体攻击和高频挂雷外，柯勤也可以更好的提供超导和维持双兵共鸣效果。关于和优拉搭配双兵共鸣的角色，最推荐的会是满命罗莎莉亚。满命后 Q 技能可以使领域内敌人降低物理抗性20%，并且被动天赋会再提升全队角色的暴击率，是个非常棒的暴击 buff 工具人，并且搭配高精炼西风长枪来提供优拉充能。若有罗莎莉亚在队伍中，甚至可以弥补没有雷属角色做超导减抗的不足。同时大招领域中的冰枪存在期间还能够持续做出威力，也是完美的兵系充电工具人。队伍中就可以再放入其他增伤减抗的辅助角色。如果不打算带罗莎莉亚，剩下3名队员最好都是要佩戴西风系列的武器，才能够补足优拉的充能缺陷。其次可以选择的是迪奥娜或77，两者皆可以佩戴青岩2件套加少女2件套来提供给优拉增伤。也推荐搭配祭礼系列武器，而迪奥娜比起77会更好，在于一技能也可以做出元素威力提供给优拉充能，而两者都是队伍中的冰奶，维持队伍续航能力。重力是所有队伍都万用的天灵辅助，增伤减抗加护盾与强控之外，同时也可以提供优拉充能。搭配阿贝多双眼带狗是护盾庇护下的角色，增伤15%。其次万用增伤奶妈班尼特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前提是不要升到满命。满命会提供近战角色火元素附着的效果，并不适用于要打误伤的优拉。再来若是要打碎冰，可以搭配行秋，冻结敌人后透过大件角色的优拉碎冰形成伤害也是一种配法。最后也不要忘记有一位可以提升误伤角色的心焰，主要在于4命时可以在护盾保护状态下的挥舞伤害，使敌人降低物理抗性15%。但关键就是要让护盾扛住，假设在优拉 Q 大招结束前护盾扛不住，就无法享有这个 buff。因此提供给心焰足够的防御力也是一个培养成本。若是先前没有培养心焰的话，可以搭配青岩4件套和祭礼大剑或西风大剑，并塞给心焰防御力相关的事物做工具人。此外，若是有培养2名可莉的话，一技能波波炸弹将可以使敌人降低23%的防御力，搭配讨龙珠提升伤害也是很可怕的脱手攻击人选。接下来就是教导优拉优美舞姿的输出循环舞步的时间咯。2名以下和2名以上的优雅舞步也会稍微有点不同。首先是一般输出的舞步，短1加 5A 加短1加 5A 加长1。当第5下平 A 下来后，冷却时间也刚刚好完成了，就可以再接一技能。这样你听懂了吗？好，来，不要睡了，各位同学，1、2、3、4、5、6、7、8，跟着洛洛舞动优拉。再来是关于开大后叠加层数的舞步。由于 Q 大招会刷新一技能冷却，而如果短1命中敌人的话，总共会产生2加1颗的元素威力。若是长按一技能命中敌人，则是总共会产生3加1颗元素威力。若是希望开大后加速充能，我们也可以尽量以长按1起手，
Q 大招开重置1冷却后，2兵以下优拉由于冷却时间较长，大招后不能接长1，短1后再叠接着5下的连击平 A， 然后在第5下有后摇时，同时也是大剑要爆炸之前长按1，触发最大层数冷酷之心的 buff 效果。到这边总共会有14到15层，也要注意 Q 开之后能量开始叠加层数的间隔是 0.1秒，因此 Q 之后的第1下不要按得太快，以免没有计算到，就直接少了1层的倍率。所以关于灵命的5步就是1加 Q 加短1加5A 加长1加2A 大爆炸，总共约有14到15层的效果。关于层数的部分，这里拆解成 Q 之后的 A 1层、短1 1层、5次平 A 共击中7下为7层，2层冷酷之心搭配长1 1层和2把冷酷之心的剑2层，与被动天赋的剑1层，和最后的平 A 1层。若攻速快，可以再打到第2下平 A 再加1层，因此总共是1加7加4加2等于14层。若是两面有减少长1冷却的优拉5步，则是1加 Q 加长1加5A 加短1加2A 到爆炸。与灵命的输出手法不同的是，在 Q 之前和之后共已叠加2层冷酷之心，长1之后已经是最大层数减抗状态，并持续7秒的时间。这中间的伤害和爆炸的伤害也都一定会享有减抗加成，总体循环输出伤害会较灵命高。再来，若是前面需要制造增伤环境，也可以切辅助角做好增伤环境后，优拉出来后直接开 Q， 并接后面的输出循环。整体而言，优拉在跳舞的时候就是尽量要一气呵成，尤其是开大后更要尽量不使用冲刺，来影响到叠能量的流程。看看这跳舞的样子，真的太美了。看到洛洛介绍到这边，你会想抽优拉吗？洛洛觉得当前的主要队伍流派就是元素反应和炎伤这2种，误伤算是被冷落一阵子的队伍。以优拉误伤加上核爆的玩法，只要面对的怪物护盾破解得当，是可以通用在很多场合的角色，无论大地图探索或是以及副本挑战世纪螺旋等等，都有很不错的表现。同时攻击的时候就像是在欣赏舞蹈一样，真的很漂亮，从使用角度和人物外形方面都很不错。加上看完传说剧情，应该也会对优拉这个角色加分不少，蛮推荐给还没有主机或是想要收藏的玩家来抽。那以上就是关于优拉的角色分析，提供给想要抽优拉的玩家们有些参考方向。还有想知道什么角色的分析攻略影片，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询问，洛洛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所以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洛邦会员，并成为真实帮众。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人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